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2号端午节。首先在这边祝各位家人们节日快乐。这2天利润也是非常的爽啊，或者是倍数开的一笔最高的就是以太坊在1600附近开的50倍的多单，也是看到社群上面这2天基本上朋友们都在数钱，所以这一次 25K 或者是 26K 有开对的多单，也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啊。包括也可以看一下 WAN 的话也是100倍的，或者是下面还有我看到安安也是开了125倍，价格是在2万5，非常的舒服。所以有时候报对的点位要看点位来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50倍的比特币也是在2万5。那现在比特币价格已经来到3万。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比特币30分钟的程序又在34500美金附近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不过我的观点是，目前趋势是向上，你如果真的有兴趣做空，也是尽量以超短线为主啊。或者是今天也来聊一下这个非常出名的Pi Cycle指标。下一步我也是在计划，是不是在明年或者是今年年底的时候，还有没有整理的位置，到时候看要不要拿一些利润，再开一笔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100倍的多单，报到未来的顶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uss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Pi Cycle 指标是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历史上它在周线里面的这个 Pi Cycle 指标在欧美那边是非常的出名因为它在周线里面金叉跟时差的循环时间有时候间隔也是非常非常的长。比如说这一条红色的线时差这一条绿色线的位置，估计应该就是一个底部，也就是去年比特币跌到2万下方，建议朋友们2万开始逐步抄底的位置，这整个区间其实就是有反映主力在吸回，因为从图形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是遇到 FTX 交易所的黑天鹅事件，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又开了一笔多单，到现在也是选择继续再报。它这个时差的周期循环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的长？上一次时差的周期是在什么位置？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回顾2018年12月份的这个位置，也是它时差的一个点位，差不多是1300天，跟4年的一个循环底部的周期也是有高度参考性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12月份，就是这个位置时差底部就是底部，当时价格是在$3000。那现在的一个位置也是一直在跟朋友们讲，它是在牛市整个比特币你一定要利用每一次压回来的点位给我站在买方。因为19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它这个指标后面是在底部的区间从时差到金叉，时间是140多天，然后2022年跟2023年时差跟金叉的时间是间隔了245天，也是说明19年的这个底部它整理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所以2022年跟2023年的这个底部整理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有可能牛市就类似2015年的这个底部的金叉跟时差，它在这个位置红色的线时差这条绿色的线，后面是在这个底部的区间从时差到金叉的时间是259天，有高度参考性，也是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行情，只要每一次比特币价格有压回，重新压回这条红色线的位置，不要去管有没有跌破，有跌破也是很重要的买点，没跌破也是很重要的买点，甚至有跌破，它价格没有涨个10几20倍的高位，跌破的时候有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只要是在刚启动的位置，它才涨了1倍或者是2倍或者是3倍，2015年的每一次压回这个 Pi Cycle 指标红色线的位置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继续利用利润在期货里面继续加仓的位置。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我现货基本上是没有 USDT 了，所以个人的观点就是这样子。上一次在硅谷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也是因为跌破这条红色线的位置，跟朋友们讲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那这一次 25K 或者 26K 有做的，我的观点也是尽量给我报然后我也是在计划下一次要怎么开100倍的杠杆，因为这里面的时间已经是跟家人们讲过有几次了。
它一波大牛市有可能真的这一条红色的线跟这一条绿色的线金叉到未来的693天，也就是从金叉开始去计算时间，历史上有一些高度相似性，或者是参考700天，有没有可能涨到2025年的2月份？到时候比特币可能会见顶，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到整个2021年，或者是2021年接近2022年初的时候，它这个位置的时间也是接近700天，如果横到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接近800天的一个顶部，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2015年这个位置开始金叉的位置，一波上涨，红色的线从来都没有时差这条绿色的线，最终是涨到这个顶部的位置，时间是800天，所以我们后期就参考一个中间值，有没有可能到800天，还是说700天？2025年的2月份开始要小心一点。那另外现在也是在计划还有没有下一次类似这种或者这种压回来的点位，压回红色这一条线的位置。当然这个位置不一定会现在压回哦，我个人观点有可能 32K 昨天有跟大家计算的，就是这个高位是很重要的一个上涨目标位。然后 32K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短期它过高跟不过高的几个知识，那等下来跟大家讲。然后我现在也是在计划什么时候比特币我们再利用利润去开100倍甚至200倍，因为火币那边可是有200倍的杠杆，后续也是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会不会整理，或者是过了 32K 的高点会不会再整理。整理我们要留意还有一条线，就是现在这条绿色的线目前没有拐弯向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但凡有大涨的位置，比如说2020年的这几个区间，它也是这条绿色的线都已经向上的结构下有压回的一些位置，或者类似这种位置都是很重要的开100倍甚至200倍杠杆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底部起来以后，第一浪上涨，第二浪整理，这个位置整理的目的为了什么？因为这一条线还没有明显的拐弯向上，是在这个位置突破完以后它拐弯向上，然后有压回的位置，到时候去计算玄学的点位，有没有这种点位，可不可以开100倍或者是200倍。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另外的一张图形，也就是3天的 DMI 指标，前面是有跟朋友们讲过，右侧的朋友你如果反应慢，你也可以等它这一个3天的 DMI 指标，绿色的这条线金叉这一条红色的线，现在3天的 DMI 指标已经是金叉，所以每一次有压回来的点位或者是下降楔形趋势突破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就是应该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位置3天的 DMI 指标，绿色的线金叉红色的线，它这个位置涨幅并不多。那现在的一个位置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周线里面 KD 有可能在这1-2周，我是在上周的时候讲了几天跟朋友们讲，有可能这1-2周周线的 KD 会进场，所以指标有时候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样子，整个中长线的趋势都是向上的，都是向上的。现在是有一个通道，那上涨的目标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去突破 32K？ 32K 突破还有没有高点？我早上也是有计算了一下，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下日线跟周线的整个形态。32K 我是又在考虑一个重点啊，它短期如果真的把这一个高点给过了，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周线的 KD 会背离哦，背离有可能代表着整个中线可能还会再整理，但是它也不一定会下跌，所以我也是在观察，如果是 32K 昨天计算的那个目标位过了以后，它最好是在这个区间继续整理一段时间，下一个上涨的目标我计算的一个点位是在 38K 大致是在这个区间哦，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当时破 38K 的时候，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区间，所以现在也是在计划要留意重点的一个知识，就是周线里面现在还好，它这个 31K 的高点目前是还没过，如果是短线过了，有可能预示代表着短线可能会震荡，因为指标有背离，并不是代表着它有可能真的会走空下去，背离的位置往往有可能代表就是整个周线会不会整理。然后日线里面还有一个重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个布林线，在日线里面它现在是在上轨道上方，现在是在出轨，以前有讲过，一般正常的波动20%的时间它才会出这个
轨道，或者是出这个下轨，所以有时候出上轨的位置现在也不好确定是不是要继续往上飙，就看主力的心情。当然我的观点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种下降楔形的一些低档位置有跟大家建议一定要做多。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日线里面的这个哈根 IC 指标，其实也是一样前面在这个位置跟朋友们讲趋势突破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在 25K 没有搞，或者 26K 也没有搞，这种位置一定要搞。现在也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哈根 IC 指标已经开始一波强势的趋势，绿 K 线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比特币在4个小时里面这个位置有一个很长的上影线，所以也是在观察这个位置最好是先不要过，就是 31K 前一波的高位最好不要过，如果过的话就怕周线里面指标会有背离，所以如果能在这个位置提前震荡一段时间，因为现在也是有发现有大量的一些位置这个 K 线反而是在收上影线，所以是在观察看还会不会震荡这个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